3000亿美元的主权溢价压的是一个还没发生的封顶，而封顶赖以成立的全部证据，此刻都还停在计划那一栏，没有挪进已发生。这句话对2个方向同时成立。相信美国平台能垄断全球主权算力租金的人，和相信国产堆栈即将把那份垄断封顶的人，在2026年春天的此刻，手里握着的都是路线图，不是战报。我们以为自己在为一场胜负定价，但当你翻遍中东的合同条款，逐条比对几组被反复引用的产业数字，把美国联邦预算的左口袋与右口袋强制分开，你会发现比谁赢了更要紧的问题是，下注的人有没有搞清楚自己压的筹码是真钱还是欠条。先讲被压住的一端，美国的主权 AI 溢价，简单说就是市场赋予美国 AI 平台的那部分因为服务于国家安全和战略基础设施而额外获得的估值加成。过去的3期雄健视频，第2期3000亿的估值，第3期谁的溢价，第5期谁的主权，建立了一条论证线。美国联邦合同路径在显著收缩。截至2026财年前8个月，2025年10月至2026年5月，国防部 AI 合同从 1.83 亿美元跌到940万，同比下降 94%。联邦 AI 合同下降 82%， 半导体合同下降 83%， 但主权 AI 的估值重力并未坍塌，因为真实的资金流已经迁移到超大规模云厂商 Hyperscaler 的私人闭环里。Amazon 对 Anthropic 的累计约128亿美元股权投入，与据报道高达1000亿美元的 AWS 算力绑定。Oracle 与 OpenAI 据报道达成的约3000亿美元5年承诺。NSA 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政府专属云通道绕过五角大楼黑名单的暗渠消费。政府不再用合同给平台输血，他用确认给平台加冕，把估值的重力交给全球资本承载。这条线是对的，但它有一个从未被检验的暗前提。美国联邦支出追踪系统 USA Spending 把合同 Contract 政府直接采购与拨款 Grant 政府资助学术或公共机构混在同一个总额里报。当合同坍塌，拨款暴涨时，如果你只看总额，会看见一条缓慢下降的曲线。但如果你把两者强制分裂，合同列，国防部 AI 合同从 1.83 亿美元跌到940万，联邦 AI 合同从 1.95 亿跌到3470万，方向明确，下行没有争议。拨款列，联邦 AI 拨款同比上涨 141%，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HHS AI 拨款从 1.55 亿暴涨到11亿，上涨 588%， 联邦网络安全拨款上涨 273%， 方向同样明确，上行。一摊一涨混在一起，叙事可以是政府路径整体萎缩，也可以是政府路径在换轨而非萎缩。第3期和第5期引用的关键对照，公共路径收缩，私人闭环扩张，有多大比例依赖了这个混迹口径？雄健不知道。在合同与拨款强制分裂，且拨款的底层流向被追踪到终端受益者之前，这个基线是待校准的。如果那11亿 HHS AI 拨款最终流向学术机构、州政府与非营利体系，历史经验说这是默认路径。拜杜法案出台前，联邦政府持有的约28000项专利中，成功授权给私营部门并转化为商业产品的不到 5%。即便法案放开了大学对专利的自主处置权，联邦拨款催生平台级商业替代品的案例仍然极少。除非附加了强制开源条款、BSD 操作系统、PostgreSQL 数据库、Apache Spark 大数据引擎，都是那条窄路径上的幸存者。那么民口拨款对平台估值的影响可以暂时搁置。但如果那笔钱最终以分包或转拨的形式下沉到了头部云商和前沿模型的 API 采购，那么前几期论证的公共路径收缩、私人闭环扩张的对照，
就需要被改写成公共资金，没有退场，只是换了一个不走合同列的通道。在这两种可能性被分辨之前，被压住的那一端，美国主权溢价的基线是一个混计数字，不是净额。在讲座压住的另一端，2026年春天被反复引用的一组产业数字，中国某 AI 芯片公司出货同比增长3倍，某国产加速卡在国资云中标率突破40%，某晶圆代工厂先进制程良率突破90%，某液冷设备商订单同比增长280%，拼在一起指向一个振奋人心的方向。国产算力堆栈不只是有电可用，而是在组织整合、自主替代与高密度部署上同时推进。熊健不怀疑这个方向，但熊健关心一个更朴素的问题：这些数字是路线图还是战报？区别不在于它们是否会成真，区别在于它们此刻有没有成真。以被引用最频繁的一条为例，摩根士丹利2026年4月研报给出的口径是2025年实际出货约10万颗，2026年预计30万颗。这是一条2026全年出货指引，不是已兑现的出货数字。截至5月，尚未有季度财报或官方披露确认出货量已经在3倍增速的轨道上。3倍是路线图上的终点，不是已经通过的站牌。其余几条数字也呈现类似的口径特征，有的出自投资者互动平台的个案回复，而非系统性统计；有的最初出现在数年前的市场报道中，此后未在财报里更新；有的与公司年报披露的整体增速存在量级差异，可能来自某个子品类的早期订单脉冲。唯一一条有行业技术文献广泛支撑的，国产机柜功率从8000瓦跃升至30千瓦以上，反映的是整个行业从风冷向液冷迁移的全球性技术趋势，而非单一市场的独占突破。这些数字的共同特征不是错，而是他们都还走在指引到兑现的路上。路线图和战报之间的距离要靠生产、封测、交付、客户验收4道闸一道一道地穿过去。2026年春天，大部分闸门还没有打开，我们以为自己在为一场竞赛定价，却没人回头检查。一端的基线是混计的，另一端的数字是待兑现的，而本该最先出现胜负痕迹的地方，合同条款里什么都没有写。本该最先出现胜负痕迹的地方是中东。如果一套成本更低、部署更快的替代方案真的在重塑全球主权算力版图，最先应当看见变化的地方不是供给侧的国内出货，那是生产能力的事实，不是采购偏好的选择，也不是东南亚的新建机房，大部分项目还在谅解备忘录阶段，而是中东。阿联酋的阿布扎比 AI 平台公司 G42 与阿布扎比 AI 投资基金 MGX、 沙特的公共投资基金 PIF 旗下的主权 AI 投资平台 Houmain， 他们是当下全球主权 AI 投资最激进的边际买家，同时拥有在不同供应商之间对冲下注的政治空间与财务余裕。如果替代曲线封顶已经开始发生，中东的采购条款应当是第一个出现裂痕的地方。熊健检索了2025至2026年这些实体可公开获取的主要合同、谅解备忘录、框架协议与新闻发布。阿联酋侧 G42 与 Northern Data 的算力租赁谈判只提及23000片 NVIDIA GPU。G42 与 Cisco 在阿布扎比的大型 AI 集群公告点名 AMD Instinct My350X， 强调受信任的美国技术伙伴 OpenAI Stargate UAE 阿布扎比1吉瓦集群，至2026年5月无进一步条款更新。沙特侧 Houmain 与沙特国家基础设施基金 Infra 签署的12亿美元融资框架，条款只写前沿 GPU 用于 AI 训练与推理。Houmain 与沙特电信 STC 的1吉瓦数据中心合资，披露只涉及功率和股比。Houmain 与工程公司 MIS 的总承包合同只涉及设计与建设。
在所有可公开核查的合同文本里，熊健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二元供应、second source、备选方案、fallback 或非美加速器的条款，没有一个替代供应商的名字出现在这些文件中。这不等于替代不会发生，但它意味着截至2026年5月，全球最有动机、最有财力进行供应链多元化的主权买家，在公开的采购文本里还没有为替代留下一个字。封顶论最需要的那个证据，不是出货数字，不是产能曲线，而是采购意图的书面痕迹，此刻是空白。东南亚给出了一个值得追踪的例外，马来西亚 SkyVest 公司与华为的合作，计划部署3000片华为升腾 GPU 驱动本地化 DeepSeek 模型，搭配鲲鹏处理器与云原生系统，是一个完整的自主全站方案。但马来西亚政府随即澄清，这是市场化商业合作，而非政府间协议。在柔佛、印尼和越南的2025至2026年新建数据中心项目里，尚无可核查的公开资料将国产算力或液冷供应商挂到具体工程中标记录上，意图先于供给，供给先于采购。SkyVest 是一颗信号弹，但还不是一条航线。这不是一部关于谁追得上谁的视频。如果你只看历史机制，方向是清楚的。在通信卫星、5G 网络、海底光缆、特高压电网和城市安防系统这5个领域里，历史反复上演过同一幕剧情。当一套性能够用加国家融资的低成本全站方案出现之后，西方供应商原本依赖工程可靠性和安全背书维持的高溢价，会在1到3年内被快速封顶。通信卫星项目里，资源挂钩的主权融资击穿了工程溢价，西方总承包商的市场份额在特定国家2到3年内归零。5G 网络里，每比特传输成本的断崖优势，在全球南方的中低端市场拿走了结构性份额。海底光缆里，极限低价迫使澳大利亚和美国直接动用纳税人的财政资金全额回购合同。西方供应商在自然商业竞争中已经需要地缘政治溢价才能维持份额。但反之路径同样真实。某非洲国家在与一家非西方低价供应商合作建设电信网络，遭遇对方拒绝后续维修，并索要额外1.5亿美元，被迫终止框架协议。宁可以 7.5% 高息重新接受西方供应商的合同，也要摆脱单一来源的锁定型敲诈。某拉美国家用布达佩斯网络犯罪公约设置了法律准入壁垒，实质上将非西方供应商排除在本国 5G 竞标之外。另一个南美国家的城市安防系统采用了来自东方的低价全站方案，但在该供应商被美国列入制裁清单后，技术支持与零配件供应链同时断裂，暴露了低成本模式的深层脆弱，初始报价极低，封闭生态锁定，后期维护定价攀升，最终可能因地缘变化而瘫痪。机制真实，反制路径也真实，替代一旦发生，速度可以很快，但政治锁定与供应商锁定风险可以修复被蚕食的市场份额，这不是一条单行道，它是一条同时被2种力量拉扯的弹性绳，而2026年春天，绳子2端都还在蓄力，都还没有弹开。而真正需要被说出来的是第3层。熊健不是在为美国溢价不可战胜定价，也不是在为替代封顶即将发生定价，熊健是在为一份所有支点都尚未兑现的待定期权定价。一端的基线还没有经过合同与拨款的分裂校准，另一端的供给数字还停在指引而非审计的口径上，而这份期权行权的临界标志，主权买家的硬合同里出现替代条款，此刻是空白。更微妙的是，有一把被大部分人忽略的刀正在同时切向2端。2026年5月14日，采用整片晶圆级芯片的美国 AI 芯片公司 Cerebras 在纳斯达克上市首日暴涨 68%， 市值超660亿美元。伴随超过200亿美元级别的订单积压，它的芯片不使用 HBM 高带宽内存，
目前 AI 芯片最核心也最短缺的存储部件，而是用直接做在芯片上的 SRAM， 一种不需要外挂内存颗粒的高速存储取代。据公司及第三方基准测试，推理吞吐可达 NVIDIA H100 的10倍以上，能耗大幅低于传统 GPU 方案。另一家公司 Groco 的 LPU 语言处理单元同样不依赖 HBM， 在其官网定价页上公布的部分模型 token 价格显著低于主流 GPU 推理接口的公开报价。这不是来自供给侧的替代曲线，这是美国自己内部正在发生的成本压缩。如果美国侧的推理负载逐步迁移到这类低能耗、不依赖 HBM 的新架构芯片上，那么暂时电价差 30% 到 50%， 这条被封顶论视为核心燃料的成本断崖，其分子本身就会被压缩，成本差收窄，替代动机减弱。封顶论有可能不是被正面反驳，而是被自己赖以成立的前提在另一端悄然消解。所以这一期的主题不是谁赢了，主题是在信息源把指引当兑现，把混迹当净额的那个时刻，下注的人已经在一把测不准的尺子上叠了2层杠杆。第一层叠在美国，一个未经分裂的主权议价基线被默认为私人闭环已完全接棒。第二层叠在另一端，一组从投行指引到市场传闻的供给数字被默认为组织整合加部署速度已形成封顶能力。2层杠杆两端高估，中间是一份翻遍了也没有找到一个字关于落实细节的中东合同，把它写死成议价不可战胜，是在混迹基线上加空气，把它写死成封顶即将发生，是在指引数字上画战报。2026年春天唯一诚实的定价是承认这份期权的全部支点都还停在计划那一栏，然后盯紧3个会让计划挪进已经的先行指标。第一，中东主权买家的合同条款里是否出现2元供应或备选加速器字句，不是出货数字，不是产能曲线，是采购意图的书面痕迹。意图先于供给，供给先于采购。当某一份主权合同的条款文本里第一次出现一个替代供应商的名字，那不是一条产业新闻，是一个时代的校准点。第二，出货指引在2026年下半年能否穿过季度兑现的闸门，路线图变战报，要走过生产、封测、交付、客户验收4道闸，每一道闸打开的时间都在收窄计划和已经之间的距离。第三，不依赖 HBM 的新架构推理芯片在美国侧的渗透率，这是封顶论的隐形开关，它不否定任何人的能力，但它压缩了成本差。这个封顶论赖以运行的燃料 Cerebras 的 OpenAI 订单兑现进度， Grok 的企业客户签约速率， NVIDIA 和 AMD 自身推理卡路线图中非 HBM 方案的权重，这些不在任何一条关于大国博弈的叙事里，却可能是决定那条叙事结局的暗变量。第一期底牌追问的是被系统性低估的东西，能源冲击对 AI 估值的传导，被市场用 AI 是软件的老直觉挡在了视野之外。9期之后，需要追问它的对称面，什么东西被系统性高估了？答案不是某家公司的估值，也不是某一端的能力，而是所有人度量这一切时所用的那把尺子的精度。把路线图读成战报，把混迹读成净额，把传闻读成审计，每一个滑移都很小，但它们叠在一起，足以让一个还停在计划里的世界看起来像一个已经分出胜负的世界。胜负还没有分出，尺子还没有校准，而3000亿美元已经压在了桌上。